那一会儿就坐我车回去呗。你这么好心啊？是不是脑子里面又想什么阴谋诡计呢？哦，我知道了，是想点菜让我去做是吧？哎，我说你这人心眼怎么那么小啊？坐个车能有什么阴谋诡计？家里那指纹锁，昨天就发现了，好像坏了，都不识别我的了。回去给我重新录一下。你看看你这人品，指纹锁都不认你了，懂什么意思了吗？我怀疑就是你搞的破坏，坏心眼那么多啊！是不是为了不跟我住在一块儿，绞尽脑汁啊，想尽办法？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光明磊落，这种鸡子手段入得了我的眼吗？老德，老大，我都没听见啊，想说什么就说。老大，我可全都听见了。你俩之前说话我就觉得有猫腻儿，什么情况啊？你们俩住一块了是不是？什么男女关系？怎么可能？我刚，我是他房东，我是他租客。房东？怎么可能啊？你是我老大的房东，你的气质比他可穷的不是一丁点儿呀，前辈。哎，就算你是他的房东，那房东怎么可能和租客住在一起？大哥，我们是合租的关系，好不好？我把我家的一个房间给他住，然后我就住另外一间了，懂了吗？懂了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啊？啊，我这不现在家里有点特殊情况，说了你也不懂。反正就是看他家条件还行，就暂时合租一下，暂时的，明白吧？反正我听起来不太科学。哎，你俩都住在一块儿，那下班怎么从来不一块儿走？是啊，这不就怕你们这种有色眼镜看我们吗？到时候怀疑她是我女朋友，显得我多 low 啊！明明就是，我担心别人误会我是不是养个小白脸，然后又挑了一个嘴不甜又不会来事儿的人。哎，别说，单凭你俩这两张大损嘴，确实还挺般配。去你的！谁般配？你唉声叹气的干什么啊？我一想到是我影响到了陆泽公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金英说。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陆泽自己没经营好他的公司，跟你有什么关系？这种单线条思维的人不懂。你这种过度思考的人，我也是不懂。喂，晶晶，下班了吧？也不回我，你在哪儿呢？去不去啊？去的。那等会儿见。当当，快，看我设计的怎么样？太温馨了吧！嘿嘿。怎么了？这两天没怎么说话，累了？有点累吧？这儿都是你一手设计才买的。哎呀，不过就是陆泽太忙了，从装修到现在一直没时间过来看一眼。不过也怪他们那个总公司要上市，所有的报表啊、材料啊全要子公司提供，怎么办？只能配合呗。陆泽一会儿来？不知道呀，打电话也不接，不管他了。哎，我觉得这块我可以搞点绿植，是不是？放一个高一点的，然后这儿这小台子上摆一个小鱼缸，搞点小鱼游，就很有生机。晶晶，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就是你先进。喂，对啊，我跟小飞在咱们家呢。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男主人了啊！你赶紧给我抽个时间过来看看，我觉得可好了，我超级满意。啊？好吧，我知道了，你忙吧。怎么了？他让咱俩吃饭，他有事儿来不了。你刚才想跟我说啥？
我说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家吧，我给你做饭吃。真的？啊，真的？走啦。晶晶，我马上好了，你先尝尝那个辣味合蒸。这还用尝吗？闻着就香，看着我都饿了。你看什么不饿呀？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厨艺啊，天下的男人估计都被我收入囊中了。不是说抓住男人的胃就能抓住男人的心吗？哼，哪个男人劈腿是因为小三做饭好吃的？那什么，我做多了，你要不要一起吃？不了，已经有人约我了。如果你也想与我共进晚餐，下次记得提前预约。这人怎么这么臭屁啊？这人，我习惯了，他每天都这样。你看看酸甜度行吗？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再甜那么一捏捏。行，我下回知道了。哦，对了，那什么，如果陆泽的公司，如果啊，我说如果陆泽的公司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那你怎么办？他能有什么问题啊？他有问题，我继续我的呗，对吧？我又不靠着他。话是这么说，但你们俩毕竟要结婚了嘛，那肯定得绑到一起。你们俩慢慢吃，我先走。走就走，废话那么多。哎，那个你回来记得反锁门啊。好的。你怎么跟老妈子似的？不说他根本听不懂，不知道，要不然我半夜还得起来去关门。哦，对了，就是如果录完了谁啊？谁啊？汪若海，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打电话没接，我就上来了。哎，晶晶，你也在啊？你来干嘛呀？进去说。不行，你就在这说吧，什么事儿？买房子那个钱，你方不方便尽快转给我？现在吗？啊，你之前说不着急，我现在就没准备好。我之前是不着急，但是最近遇到了点棘手的情况，着急用钱，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所以才过来找你的。但是我现在真的手头里没有那么多钱，这样吧，我只要一有钱了就肯定打给你，行吗？尽快会给你的。能给我个准日子吗？怎么给准日子啊？都说了尽快还你。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也不至于这样，你说对吧还剩多少啊？50万。这么多钱，你让他一下怎么拿出来呀？啊，变出来？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分手变脸就一天的事儿？跟这有什么关系吗？啊，那就别说。哎，我还有事。大哥，你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吗？钱飞，你能不能离开山立方尽调组啊？为什么呀？你别着急啊，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一方面觉得就是你这样太折腾了，还要坐地铁，也挺累的。再一个呢，我可以去跟你们和盛证券的孔总商量，把你安排到另一个岗位上。咱们俩这关系，这舆论压力实在太大了。我觉得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没有好处。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哦，他还不了你钱，就得先滚出山里方，碍着你眼了，还是妨碍你跟你们家那位大小姐谈恋爱了？你别太过分啊！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说话总是夹枪带棒的呢？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好，行，好，那我问你啊，如果他拒绝，又还不了你这钱，你能保证不从中作梗，把他从山里方弄走吗？咱们同学一场，你为什么老是这么针对我？我在问你问题。我说行了，王若海，我现在回答你啊，钱的事儿我会尽快还给你，可以吗？然后项目组的去留，这是我的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自己害怕流言蜚语，就别假惺惺在这关心我，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永远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反而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行了，你可以走了，而且永远不要再来，这是我的家，我的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哎，钱飞，你听我解释啊！不是你别挡门啊！好了，放手吧。你别推我呀！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呀？好吧。你听我说完好没有？那个，你干嘛老针对我呀？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说了，钱会尽快还给你的。是，我知道。你别推我，你干嘛老针对我呀？咱们好好说下这事儿不行吗？哎，你干什么？哎呀，王总监，怎么是你呀，王总监？啊，没事吧？你这大半夜的，我以为西装爆红入室抢劫呢，你。哎呦，快，给王总监包扎一下。行了，你们回去吧。你慢点。啊？哦，行，不好意思啊，我真的没看见。对不起。没事吧？啊，没事吧？没事儿，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我那么 man，那么 healthy，不是怎么回事啊？啊？别提了，真是见了鬼了！今天啊，这丧门星怎么自己送上门来了？真晦气。哦，对了，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哦，我忘拿车钥匙了。哦，好好感谢人家啊。哦，怎么着？要不我再待会儿，万一又有入室抢劫的呢？不用了，你忙去吧。行吧，那我走了。哦，对了，没什么，谢谢你啊。不用口头感谢，好好做顿饭，不要每次做多了，怕浪费吃不完，再想起来叫我。拜拜。走你吧。哦，对了，我走了以后，记得把门锁好。拜拜。拜拜。你们家这租客有点意思啊。还有胃口吃饭吗？哎呀，我也累了，歇会儿再战吧。哎，这都什么事儿啊？啊，算好了吗？嗯，怎么样，还得上吗？想了也别想了。我的工资是固定的，除了上一方酒店集团项目过会，那也是结束了才有一笔奖金，还早呢。我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我借给你吧。可别了，拆东墙补西墙的。你现在马上结婚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呀，就是
宁愿委屈自己，哎，也不麻烦别人的人。你说这汪若海怎么回事啊？当初分手时候说好好的，哎，亲口说的不着急还钱，现在倒好出尔反尔，明知道你拿不出啊，就让你离开山里方，这什么呀？这不就要挟吗？这个，我跟你说，他就是想让你走，哎，免得那个廖诗雨看见你他不高兴，真是太渣了。是啊，他跟渣较劲儿，咱们不也成渣了吗？要不我想想办法去赚点外快，说不定人家真有啥苦衷呢。你这可不是善良啊，为这种渣渣说话那就是窝囊。我跟你说，你要再敢为他说一句话，我就把我俩眼珠子掏出来，我就天天放你枕头旁边瞪着你。行，听你的，走吧，回家吧。待会儿把这收了。今天犹豫了很久，有件事一直没开口。我在山立方酒店集团工作的部分内容牵扯到了陆泽的公司新兴世界，我一直不知道新兴世界将要被剥。山立方在上市之前要剥离新兴世界，这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哪怕告诉晶晶也好。我现在是措手不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廖旭宇跟我说，整个方案都是你策划的。新计划为什么偏偏影响到陆泽的公司？这个陆泽为什么非要让我去跟晶晶说？那我怎么说呀？你就知道盯着我，什么也不说，要你有何用？大哥啊，哎，哎呀，你别玩手机了，我今天专门给你组织的这个角儿，这会那个姑娘啊，是未来之星呢，人一会儿就到了。啊，跟你说话，你跟谁发信息呢？未来之星不是，你管我呢？什么时候回来？有事？没事儿，外面玩呢吧？我没事儿，就问问。琪琪，我跟你说，你不用再给他介绍软妹子了，他看不上，他看上他们家女汉子房东了。不会吧？那个房东好像也不是他喜欢的款啊。我不信，你赶紧放了人家那邻家姑娘。你不知道，咱们菲菲这次不仅动真格的喜欢了，还不敢追。真假的啊？人家说了，绝对不会喜欢他，要是喜欢上了，就天打雷劈，破产，流浪街头。我们菲菲为了保护人家的身家性命，只能默默地把爱守护在心里。大哥，醒醒醒醒！你是不是被什么人魂穿了？你还是你吗？哎，你们俩干嘛呢？啊，
唱双簧了，演哪一出啊？这是？你还说我？你自己呢？你有进展吗？我想问一下，天天就知道打游戏，人都打傻了。还有你，你还真没什么可说的。行，差不多了，我先撤了啊。你干嘛去你？我回家，我饿了，我要吃宵夜。这么多吃的不够你一个人吃吗？做的没有他们家房东好吃呗。那你找个厨子得了呗。我们家房东怎么了？我们家房东好着呢，人家从来就不会做迟到这种事儿。我就是单纯看不惯那种利用迟到来彰显自己交金的女人。啊，不跟你说了，走了。对不起，我过来晚了，不知道是怎么了，特别堵。哎，没事。啊，怎么样，还会泡吧？哎，你干嘛呀？你这不是子浩干的事吗？你怎么都被带坏了呢？说这叫说到做到。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大哥李一飞，这是金子。你好，我隆重给你介绍一个人，大军儿。啊，不重要，重要，他不重要，打游戏厉害，他不重要。大哥这个人吧，他平时比较那个社恐，你别介意。饭菜还有剩的吗？我这当宵夜。我就知道吃。哎，找我？若海，你怎么在外面啊？做什么呢？啊，今天在公司忙的稍微有点累，出来散散心，溜达溜达。你那边怎么那么黑啊？我看不清你的脸。我要看看你。啊，回去再看不就好了吗？不，我现在就要看你。你看你后面不是很亮吗？我都看见了，你过去。啊，好。若海，你的鼻梁是怎么回事啊？没事，就碰了一下。不像是碰的。说实话。啊，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话产生点口角，让我动手了。没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冷静啊？这种事要报警啊？嗨，小事儿，报什么警啊？我现在就过来看你。这么晚了，你过来看我干嘛呀？再晚也得过来呀，你都受伤了。你等我啊。哎。行了，差不多了，那我先撤了。哎，你别呀，人家一会儿要上去唱歌了，你再待几分钟啊。哦，那是他呀。啊。呵，他还会唱歌呢。可不是吗？可以。来，听听。大家好，我是金子，今天我想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送给大家。还原创。人家可是专业的。是吗？曾经甜蜜往事太多，我给你介绍的那个能有差吗？是，好听。不想离开的我，熟悉的气味还很多很多。啊，好听啊，还真不错啊。这音色不错。
敢的来过。我想对你说，谢谢你曾经爱过我，我会在天国继续守护着小小的家，暖暖的我。看不出来这人可貌相，就是厉害，唱得好，唱得好，唱得好！来，唱得真好啊，唱得太好了，谢谢。唱得真好。行，那我先撤了啊。你这就要走啊？啊菲菲哥这么着急回家，家里是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啊？那你菲菲哥女朋友不仅美若天仙，还烧得一手好菜。怪不得呢。我也很会烧菜的，菲菲哥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啊？是吗？哇，这太厉害了，又能唱又能烧菜。那下回吧，那下回再约，好吧？对，好，下次一定。好。怎么不开灯啊？快让我看看，什么人啊？下手这么重。他的车牌号码你看到了吗？没事，都是小伤。什么小伤啊？再偏一点都快伤到眼睛了。请几天假吧。请假？算了吧。怎么就算了呀？我的意思是说，公司首次公开募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急也不急这几天呀。若海，今天的事儿，你没跟我撒谎吧？没有，想什么呢？那就好。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跟我说真话。我回来了。房东，睡了吗？你喝酒了？快吗？快！你怎么了？快给我去热宵夜！神经病，自己热去。你的脚要是再不收回去，我给你夹断，行不行？夹吧，夹断了，你就得卖房子给我看病。夹吧。你在这儿半夜骚扰女房东，你就不怕我现在叫两嗓子，让你明天上小区头条啊？前辈，你是特意给我留的菜啊？为什么？因为你帮我叫醒了汪若海，所以谢谢你。那我帮你热菜。来了。
你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怪怪的。你说你一回来就往屋子里面一钻，往床上一躺，到底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我这不就准备睡觉吗？儿子，那个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你要是解决不了，你跟我们俩说，我跟你爸爸那个给你想办法。对的。没有，工作上没有任何问题。那是跟菲菲不开心了，两个人吵架了？怎么可能呢？那就一定是感情出了问题，是不是那个姑娘疏远你了？哎呦，不是，你们烦不烦呐？快出去吧，我要睡觉了。这孩子真讨厌，你就不能跟我们说说？快出去吧。好，走。不像话。老头子，不是你觉得儿子这个最近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追求人家姑娘遭到了拒绝，不自信了。这怎么可能嘛？我儿子条件那么好，只有他挑别人，有什么不自信的？你儿子你还不了解？来，老婆子，你想想看啊。当年我追求你的时候也遭到了拒绝，那副落寞的样子，像不像儿子？你再仔细想想看。还真是。那种怀疑人生的滋味我尝过，不好受。你别恶心你。哎，明天那个影展啊，你给我推了。约好了，为什么要推啊？到底影展重要，还是你拾回儿子的自信重要？啊，这么快你就有办法了？废话，我的脑袋是为谁长的？为儿子长。团长，啊，那个我想借用一下那个歌舞团的这备用音箱。走，来买点。这两个音箱不是舞团的吗？怎么跑到咱们家里来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离公园比较近吧。啊，来走。啊，妈，我真的不想去公园。哎，子期，你呀，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说，哎，周末嘛，到公园里面去，对吧？透透空气。对啊，空气好的来。给我打开。哎，那个，把东西放好了以后。放好了。那个让大军开车啊。我爸开呗。你爸爸喝酒了早晨？今天早上喝了一点。不是喝咖啡的吗？有改了呀，快上车！那钥匙给你。哎，你呢？你爸爸要是开车的话，那就酒驾了啊！今天天好好啊！哎，是，晴空万里的，嘿。哎，妈，跳舞不是在那边吗？这绕路了呀？啊，那施工呢，跟我走，来，都跟着我，在这边呢。这里啊。到了，对，就是前面。哎呀，你看那边还有一把伞，我们就在这个伞底下吧，这儿凉快啊。来，爸，这给我，搁这。哎，不是来跳舞的吗？来这里干嘛？哎，他们还没到呢，那团长他们可能快到了吧？到了就好了。对的。行，那你们在这里休息休息啊，我去给你们买点水回来啊。行，你早点回来。快点回来啊！ 90后，身高1米8，
大学年年讲学习。干嘛呀？干什么呀，妈？关掉！不是，对，是我儿子。长得像行吗？看看我们家儿子啊，毕业就考公务员了。哎，对的，本地公务员很不错的。对，我家研究生女儿和你很般配啊。对对。哎，他要是那个不是一考不中的话，他也读研了。对呀，很优秀。对。有车不是错，是怕年龄小的。啊，小的。小5岁是吧？女的大5岁啊？那不行。微信吧，我咋这么快屁啊？啊，对，来就刷一下2维码，加个微信好。我们等他通过了，哎，挺漂亮的，哎，知道的，啊，这边我们上吧。你看，那个女孩子是不是那天在手机上看见的女孩子？有车有房。上海这个扫完了吗？你现在这样，我找儿子，我让他赶紧通过。哎，给加一下你们啊，一会儿就好了啊。好的，我知道了。对。我知道了。这什么情况啊？我来，你没看到是吧？什么呀？我就是来跑个步。没事，别跟着啊。是不是在那边？我去。哎呀，你快一点。哎，老婆，你干嘛？哎呀，心脏病要犯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你真是掉链子你！你要不你先在这儿歇一下。好的。我必须去上去，我要看看子期他为什么那么傲娇。哎呦，这臭小子跑太快了。哎，老婆，你等等我，等等我啊。什么身体素质啊？找我什么事儿？说吧。真是碰巧遇到。不过，既然碰上了，我就不要脸的再问你一次：我到底哪里入不了你的眼？我的亲戚朋友们，还有那些刚接触到我的人，他们都觉得我挺好的，条件很优秀。为什么只有你觉得我不好啊？这几天没见，我以为你想明白了，还能做个朋友，结果你就跑过来问我这个。我确实想不通。你想不通是因为你还是个大宝宝呀？是吗？不是吗？我拒绝了你，你不像个成年人一样思考自己的问题，跑到我这里问我为什么拒绝你。你喜欢一个人就只会盲目的追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些行为会给我造成多大的困扰啊？你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不顾他人的感受，就只会听妈妈的话。你妈让你多喝牛奶，你就去酒吧点杯牛奶喝。我跟你不一样，我生活独立，热爱自由，所以我想要的男人绝对不是你这种妈宝男。在我这儿，你只能是大丞相，我只能是破民，别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这回听明白了吗？
就是不慌。哦，妈宝男怎么了？哎，真有意思，我比哎呀你，干嘛这是？你看你这个面子好不好？他自己叫没生孩子呀，他生了孩子以后，他就不会是这样的想法，他会不心疼？这好奇怪。走了。再见了。你喜欢一个人就只会盲目的追求，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这些行为会给我造成多大的困扰啊？我跟你不一样，我生活独立，热爱自由。所以我想要的男人绝对不是你这种妈宝男。实在受不了，就这点运动量，吃不消了。哎呀，兄弟，吃不消，吃不消。哎，你厉害，你厉害啊！真服了你。真弄不懂啊！你说，那小姑娘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怎么样，她还看不上我儿子了，还质疑我的教育理念，她根本就没弄懂啊！这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他的教育和指引。哎，是，要不然哪来这么优秀的孩子啊？对的。哎，他真不知道这社会上面。哎，有几个这么优秀的孩子啊？还我的男人坚决不要妈宝男，行啊！哎，你去找啊，什么钢铁侠、蜘蛛侠，你找找看呀。切！哎，老婆，我觉得咱们是不是适当的给孩子松松绑，给他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好不啦？我没给他空间啊！我给他这么大的空间呢。走。就因为我们在这个爱情的问题上太宽松了，所以你今天看见了，结果是什么？儿子啊，肉体上受苦，精神上受挫。老头子，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啊。对，家里以后都听你，好了。不行，我不允许别人这么说我儿子，我得去找他去。哎，老婆，车来了。房东，你怎么吃上泡面了？不做饭了？啊？不要吵。那什么，我点外卖点多了，吃不完，你要不要？行，别让我扔了。吃，留着。哦，那我放门口了啊。
么情况？你也不说声谢谢啊？啊？不是你到底在房间干嘛呢？好久没见了，哎，你很奇怪哎。你怎么不吃饭呢？啊？你这不吃不喝要干嘛呀？你要成仙啊你？哎，你没事吧，钱飞？钱飞，钱飞，你干嘛呢？钱飞，我去，包租婆啊，怎么回事啊？终于弄完了，可以吃饭了。你弄什么呢？这2天啊，人影都没了。热一下吧，给你，太凉了都。不用了，就这么吃吧。哎，我接了一个翻译的活，赚点外快。时间紧，任务重，2天没睡觉了。你这玩命啊你！就这么缺钱吗？不如你缺。你缺钱，你跟我说呀！你给我干活，我的活又轻松又赚钱。看来你是真缺钱了呀！你放心，汪若海短期之内他也不可能把你从单立方弄走。哎呀，连掰筷子的力气都没了。汪若海不可能把你从单立方弄走，啊，有方云给你挡着呢。再说了，你还是我特助呢，对不对？至于你欠他那些钱啊，咱得按章程来啊，对不对？你们之前欠的钱，你看看有没有欠条，我帮你看看。喂，师兄，哎，差不多弄完了，我到时候检查核对一下就发给你。哎，不会耽误的，不会耽误的。哎，好好好，再见。哎，这么着急的活，估计也就你敢接了，拿自己命开玩笑。给你热一下吧，凉了。就这样吧，热完了，饿死了。好吃吗？嗯。你不吃啊？晶晶，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你说我怎么来了？忘了吧？我忘了啊，我错了。说好今天下午陪你去逛家具的。你怎么外卖都没时间吃啊？都凉了。时间紧，任务重。你怎么没看见别人加班啊？我得提前几天把这些东西都弄完，好分开精力接活去赚点外快。你汪若海啊？早还早了事，我不想再欠他什么。我有钱我给你。哎，打住啊！你现在马上结婚了，正是需要钱的时候，我挤一挤还是有的。你看看你现在都累成什么样了，这么拼还要不要命了？晶晶，我今天逛不了了，要不你去找陆泽吧？行吧。快走吧，现在马上再晚了，商场都要关门了。哦。你恨我吗？恨。不许恨我。行了，忙你的吧，注意身体啊。
不要太累了。知道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嗯，拜拜。拜拜。我一会儿再打给你好不好？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聊玻璃计划。哎，我怎么？哎，我怎么在电话里跟你说这些？这个沙发放客厅还挺合适的。我知道，我现在已经焦头烂额了，好不好？那个，我等会儿再打给你。还逛不逛了？有事就不逛了。逛，我这不是已经挂了吗？今天主要是我们新兴世界最近，要不是钱飞这2天焦头烂额的，我就让他陪我来了，他能帮我参谋参谋。我刚才说这个沙发摆客厅好像还挺合适的。晶晶，嗯，我们公司最近有点变故，所以……那你公司的事儿具体的我也不懂啊。你像什么公关啊、宣传呀，我还能帮你想想，是不是？行，咱们不聊公司，只陪你。我的钱虽然够给汪若海，但在婚礼的节骨眼上，跟陆泽提借钱给别人，确实挺不合适的。那个，你说，钱飞这2天联系你了吗？我刚说完钱飞这2天焦头烂额的，一边忙着单立方上市的事儿，那一边又被汪若海追着要钱，怪心疼他。所以我在想，你心疼他，他可不一定心疼你。什么意思啊？挑拨离间？不是，我没有。哎，好，不说了，好吧？逛家具。喝酒不叫我啊？我的错。你心情不好，宁愿坐在这儿喝闷酒，都不愿意跟我说。那我又不是只能分享你的快乐，我也可以分担你不好的情绪啊。就是最近公司压力有点大。那一切不都向好的方向发展着吗？而且有的时候压力也是动力，不是什么坏事儿。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胸口觉得有点闷。我真的很努力的在搞研发了，没日没夜的搞，但是就是做不出产品。我想怪点谁吧，但是到头来发现，只能怪我自己无能。不能这么说啊！我知道你是追求完美的人，那好的东西哪那么容易做出来啊？对吗？而且我觉得你有一点特别好，是我非常欣赏你的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是个理工男，但是我们有情怀啊，这点必须得坚持下去。
你们集团财务总监汪若海，麻烦帮我联系一下。请问你有预约吗？你告诉他我叫姚晶晶，有没有预约他都会来见我。好的，您稍等。我现在很冷静，我就要个说法，有问题吗？请你先离开这里，我们没有义务向你进行解释。你要否决了，我就要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不能回答一个疯子的问题。我要的不是主要是李飞。哎，我说闪开，闪开！不能见点，有什么话我慢慢说。来，说，慢慢说，是吧？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费了那么多的努力，我终于找到了新的接盘方接手新兴世界，李飞，你却否定了这个计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在把我往死里推。我就不明白了，只要他一点头，山里方、新兴世界、新的接盘方三方共赢。为什么？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李飞？你出来，左边那个，为什么？哎，你给我个解释，为什么？行了，吵什么？吵什么吵？赵德，让他进来。散了。你应该还记得上一次在创投论坛的时候，我对你公司项目的评价吧？李先生，刚才路演您也看了，您觉得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啊，其实金融这个圈子挺小的，你看像风投啊、证券这些人，其实大家都认识，所以好项目不愁，大家都争抢。但是你这个项目呢，有几个问题，我倒是比较好奇的。您说。第一，你现在跟山立方已经绑定了，那这个产品的专利权属于谁？你有没有这个主控权？第二，如果说山立方只愿意把这款 App 用在自己酒店的旗下，那你今天来融资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你刚才也介绍了这款产品，开发期还有1年半的时间。再说，如果山立方突然暂停了对你的投资，你又暂时找不到融资渠道，你还有没有备选方案？是这样。第一，我确实跟山立方签了合同，但是怎么开发是我说了算。而且对不起，打断一下，开发多久你也说了算吗？如果他们坚持要以半成品的时候转卖，你可以拒绝吗？或者说，山立方以暂停投资来要挟你的时候，你有替代品吗？你有替代方案？我会坚持。这件事情不是坚持就能左右的。看来陆先生对资本还是不太熟悉。是就资本运作那一套，我确实不太熟，因为我是技术出身嘛。但是，所以掌控权只在山立方的手里，对吗？陆先生，如果我是投资人，如果我对项目感兴趣，那你刚才的回答已经彻底打消了念头。无法把控方向、时间，无法确定投资回报率，就画了一个饼，完了这个饼还是别人家的，我还得对这个饼付钱。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会干这么傻的事情？所以，您是不看好这个项目？行，既然你都记得，那我就不重复了啊。不过我还得补充一下，新兴世界目前所研发的产品，技术壁垒不高，但对市场依存度大，所以我劝你不要把目光总局限在酒店业，
也许他就没有更好的广度。所以你拒绝我的投资，就是为了证明当初你的眼光有多么的正确，我注定会失败，对吗？你要是总这么想我，咱俩就真的不用聊了。行，我不说，你说好吧。来，你看看，这是山立方酒店和新兴世界之前签订的收购和借贷合同。是我签的，有什么问题呢？那你就应该很清楚啊，当初山立方大部分都是以借款的形式拨到新兴世界的账面上，新的投资人要接手，他就得先还清以前的借款，而不是仅仅收购目前的资产。这一点你明白了吧？所以，为了所谓的账面统计，我就必须要拒绝这笔新的投资，是这个意思吗？那不然呢？一群骗子！资本就是这么运作的。你当初跟山立方那份合同，确实也是这么签的呀。我办一下预定。是吗？我在网上订的。他人呢？还没下来啊？这位小姐，我们汪总监正在开会，请您再稍等一会儿。开会？他汪若海就这么怕见我吗？对不起，请您再稍等一会儿。我今天请假了，在你附近参加完一个活动。你现在有事没啊？没事下来一起吃个午饭呗。我到你们大堂了。这个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哟，汪总监，你又来了。什么情况？舍得露面了。这脸上的伤好的挺快啊。里边喝杯水。哎，别拉拉扯扯的，到时候再让人误会咱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我觉得这儿宽敞明亮，非常适合咱俩说话。是适合你吧？也可以这么说。你等我一下。我这么多钱，现金呢？50万，不多不少。哎，快录，快录来！亲姐厉害呀！干嘛呀？我这是来给你还钱的。你们俩分手的时候，你说的好好的，不着急他还钱，怎么现在还出尔反尔呢？还用工作机会威胁、逼迫你的前女友还钱？没关系，您无情啊，但是钱呢，我还是给你带来了，当面点清，并且当着大家的面承诺，永远都不再骚扰前妃，咱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麻烦拿钱赶紧走，要不然我叫保安了。收着呀。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慢慢解决，不要在这里影响到其他的客人。哦，负责人来了是吧？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啊！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就是为了揭露你们山立方酒店集团的财务总监汪若海的作风问题。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会有公正的评判。但你在这里哗众取宠闹，无非是想抹黑酒店的声誉。我怀疑你是竞争对手派来的，我有权请你离开。怎么了？这是？我来处理事。这都是你安排的吧？不是，我自己来的。搞什么名堂？干嘛？哎，啊，怎么了这是？嗨，抓小三呢。出轨偷情，不要脸！你过分了。这事就先这么过去吧，怎么就走？怎么能走了呢？怎么就这么算了呢？被这种人拿捏是吗？他不要钱了，还给他呀！50万拿走！我跟你讲，这种人眼睛里就只有钱。
你扰乱我司正常工作，酒店的损失我将通过法律的形式要求你如数承担。对我有吉王总监的人身诽谤，我将会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并且有随时提起诉讼的可能。好啊，您随时。干嘛呀？你来呀！放手！你干什么？让他住手！干什么？快别碰我媳妇儿！干什么？把手拿开！放手！别动我！住手！没什么。你怎么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替钱飞还钱。钱飞，我妈生病了，我缺钱，我要回属于我的钱，我有错吗？我们以前是最好的朋友，谁都有困难的时候。现在就是我人生最难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对不起啊，我不知道阿姨生病了。那阿姨先把病治好了解，钱我会想办法给你。那50万要不就是？怎么？看来这事还和你有关啊？要讲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山立方酒店集团把你们子公司拆分剥离，是以上市大局为重。怎么？你不高兴就找人来这么一出是吧？这手段有点低级了吧？哎，帮我联系一下几个自媒体账号。对，晚上一块吃饭，啊，要快。哎，我车上再跟你细说。嗯。若海，我们走。哎，都散了，都散了，都散了。没事吧？不是，等会儿。散了。他刚才说那什么意思啊？公司怎么了？拆分剥离啊？你还没告诉他？你不也没告诉他吗？不是，等会儿啊，你们俩都知道，没告诉我，是吗？晶晶，那个，新兴世界被山立方剥离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你最信任的闺蜜，我们的好朋友钱飞。小飞怎么回事啊？钱飞，我不说别的，你就看今天，你看晶晶，知道汪若海逼你还钱，二话不说把存款拿出来，不顾形象的为你出头，为你撒气。但是你呢？因为他做了什么？和你的项目一起，把他未婚夫的公司往死里推。陆泽，你别在这胡说八道。我有没有胡说八道？你自己问他。哎，是我策划的。为什么呀？对不起。我有话跟你说。不是，你先让我把这事搞清楚好吗？你不是有话说吗？说吧。你这段时间一直心事重重的，我本来以为你在忙公司和总部捆绑上市的事，是我傻，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发生这么大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能什么都不知道？是我不敢告诉你。我原本以为钱飞会去跟你说，然后你特别生气的过来找我对峙。我一直在惶恐的等待着这一天。你给我写剧本呢，让我陪着你演戏是吗？你本来以为真有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新兴世界没有可商业化的产品，又欠了一屁股的外债。山立方在上市之前重新整理了账面，为了不影响估值，决定甩掉我们这个拖油瓶，剥离新兴世界。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找新的投资、新的资方，但是今天尘埃落定，没有人会接受现在的新兴世界。那你打算怎么办呀？我不想放弃，我打算个人注资维持公司的运营，直到开发出满意的产品为止。我相信一定会有回报的。个人注资？那你自己的钱够公司维持多久了呢？87天。87天，这么精确。那87天之后呢？如果87天之后产品不能上线，或者上线之后没有流水、没有利润，那你又该怎么办呢？我还没想那么多，我想走一步看一步。你有没有想过，公司3年都没有研发出来的产品，你能保证87天就能研发出来？不能。那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放弃公司，至少我们还能保住你自己，对吧？但如果继续追加投资的话，那就是一场没有胜算的赌博呀。我不可能放弃这个项目，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那救孩子是每个父母的本能，换你也是这样的呀。不至于啊，陆泽，不至于。你有没有想过，咱先干点别的，咱们缓一缓，以后再找机会。怎么不至于？我现在这个心情，新兴世界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可能干别的呀。那咱们结婚，先把婚结了，我们去度个蜜月，你放松心情，我们缓解一下。我们回来之后可以重新开始啊，对吗？我陪你，没什么大不了的。晶晶，现在这个情况，婚礼肯定是要推迟了。你是要为了你的新兴世界，赔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一点都不剩。就算赔上你的未来，也在所不惜。那我呢？你考虑过我？晶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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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你冷静一下好不好？陆泽，我再问你一次啊，不是，你好好说话行吗？你好好说话行吗？我问你啊，如果我和公司你只能选一个，选哪个？晶晶，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选择呢？我要事业，我要公司，也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不是？你别说为了，你说为了事业，你就说为了事业，你干嘛说为
为了我呀，你为了我你也会做这样的决定，不是吗？我在哪儿啊，陆泽？你为了我，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选哪个？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接了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假账，拨寄到陆泽的公司了。我本来想告诉晶晶的，但一直也没有鼓起勇气跟她说。我也没钱还汪若海，今天闹了这么一通，原来是他妈妈生病了。我是不是还挺坏的？哎，你别把事情总往自己身上揽。要是之前呢，我可能还会反省自己，后悔自己做的不好。但是现在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不能用好和坏来形容，是有很多的不得已的，而不得已就是生活的另外一个名字。这经历的事儿就是不一样啊，闹那么大还能坐这儿煲鸡汤呢。哎呀，我认真的。我知道，工作上你肯定不会专门针对陆泽的，你到时候找时间跟晶晶说清楚就好了，他们肯定能理解的。嗯。但是就这个汪若海，我就怕你圣母心又泛滥，又开始为他着想了。不会的，我不是一个坑里能摔2次的傻妞，放心吧。家里出事也不跟我说，需要用钱也不跟我说。阿姨的治疗费我明明可以支付啊，为了这么点小事儿，闹出今天这么一出，你不觉得荒唐吗？这钱对你们来说是小事儿，但对我们家它不是。世远，我是不想让咱俩的感情掺杂着什么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说能自己解决的，我想尽量自己解决。分那么清干什么？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遇到事情什么都不说，宁可去找钱飞要钱也不告诉我，分明就是不把我当自己人啊！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我这哪是不把你当自己人啊？那你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把我自己都当外人。那以后遇到事情，第一时间想到我可以吗？可以吗？可以。那阿姨的治疗费，我现在可以支付了吗？这样，算我借你的。这还差不多。
箱子钱，咔就摆大厅地上了。廖诗雨是小三儿，汪若海劈腿，然后逼钱飞还钱，他朋友替他出头。你看吧，这些是我一进山立方酒店集团就跟大家伙说的了，一字儿不差。没想到廖诗雨真是小三。廖诗雨前辈，啊，方总监让你去。哦。不早点说，你故意的吧你？我才看见。你今天干得不错呀，免费让大家看了一场大戏。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我知道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对不起。跟我对不起没用。我不管你事前知不知情，你造成了这场闹剧，这个责任在你。我无意干涉你的私生活，但是这里是山立方集团，是你服务的对象，是你工作的地方。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你工作的地方，你明白吗？说明确点，我不希望影响到我们保健组的工作，所以请你尽快去解决，平息舆论，去找廖诗雨道歉。我不会去的，我做错的部分我会认，但是这件私事就是这么不合时宜的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为了公事而去为我根本就没有做错的私事去道歉啊。我刚才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你听不懂吗？你现在把私事带到了工作的地方，它就是公事，你严重影响了工作。我当时和汪若海，就是把私事和公事混在了一起。我为了感情放弃了工作，所以我不会再重蹈覆辙了。工作上的事，我会用能力说话；私下的事，我也会用原则去解决。但是我不会去道歉的，更不会为了公事而让私事去妥协。幼稚。热的。谢谢。啊，小飞啊，我呢也挺看不惯廖诗雨那种人的，不就有个好爸爸吗？有什么了不起？哎，李总监，今天我怎么没看到他呀？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不出来毒舌几句，我都不习惯了。他跟我说有事也办，我也不知道干啥去了。我下班了，嗯，你也早点回去啊。好。
于飞怎么还不回来？哥们儿，这事儿呢，就拜托大家了。今天呢是事出突然，我呢就怕有人煽风点火，把事儿闹大了，所以咱自媒体这边防患于未然嘛。放心吧，拜托了，好，拜托了。尽力尽力。走了，走了，姐，拜拜，再见。慢走，李总。有事儿找你的时候你就没影，没事儿的时候每天在我眼前瞎晃悠，烦死你了。你还好吗？拜托了。哎，走了，啊，都走了。哎呀，这慢点儿，哥呀我。这大哥大姐酒量也太好了。哎，谢谢你啊！回头等弗拉西达赚钱了，你列个清单，我给你治吧啊！哥们儿已经站在马斯洛需求的最顶峰了，我这要你一句话，这么帮你们房东，真喜欢上了？那琪琪给你介绍的金子怎么处理呢？什么怎么处理啊？我们就是一帮人在一块喝了一顿酒，我需要处理什么呀？我，那金子那么漂亮，你都没看上，你就铁了心了要贴女房东了呗？漂亮你给她收了。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李亦菲啊，李亦菲呀，你曾经也是风云人物，你居然也会陷入到暗恋的悲剧。有生之年看到你这样，值了。背你个头，悲剧！我这叫大大方方的暗恋，啊，你等着，很快我就转名了。不跟你说了，我回去了。哦，等着等着等着，拭目以待。车呢？减肥，我并不想给你这么大压力。我妈病得突然，他们的积蓄都在房子里，我也没有存款，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希望你能理解。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
说你啊，那么大个人了，也不知道盖好被子，这么大张床都不够你一个人睡。来，师傅帮你盖好被子。累死，累死！哎呀，盖好，别冻着了啊！睡觉怎么还嘟个嘴？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一颗心砰砰作响，配合我的呼吸，调整上你的频率。好爱你，好爱你，全世界唯一的你，住在我心里。星星都看透黑夜的温柔，点点落在城市的街头，晚风又通过每一个窗口，偷偷看着两个人的小宇宙，邂逅会撩拨慵懒的等候，心动点燃爱情的烟火，我已经允许喜欢上你的我，开始涂鸦这份浪漫画册。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一颗心砰砰作响，配合我的呼吸，调整上你的频率。好爱你，好爱你，全世界唯一的你。哟，这是谁呀？住在我心里。跟我还长得有点像呢，这小兔崽子。哎呀，越看越像。行吧，一块睡觉吧，别冻感冒了啊！哎呦，哎呦！房东啊，房东，招着我这样的租客，你就烧高香了。别的不说，就说审美这块，逐渐有了提高，就连买个熊你都买的跟我一样帅，你发现吗？不得了了，孺子可教育，孺子可教育。是。